在香港，最有江湖地位的社团是红乐。红乐每2年选举一次龙头接班人，选上的龙头接班人都会有极大的权力和利益，所以每届选举前夕都会明争暗斗，你死我活。1个月后，正是红乐选举龙头接班人的大日子，江湖上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和大家商量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我想出来帮阿公做点事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，社团有什么事，你又出钱又出力，都没二话可说的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新一届的候选人，我会重新出来选举。安全，请别千万千金。你不要伤害我老婆，我给你钱。马上到监察队躲。喂，到了没有啊？我已经到钟楼了。李太太，麻烦你多些运动。现在你马走，到厂区交换。现在去铜锣湾先锋广场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被你耍了1天了，什么时候放我老婆？各小组 stand by。给我放手啊！你什么时候动我老公啊？拿着钱自然会放，还不放手？Action！ 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
不要过来，罪的同归于尽。你打死这个女孩，回去没法交代，赎金你也拿不走。放她走！你放了她，我让你走。再这样下去，人质有危险。你这样下去，她会死的。走开！走开，都走开！我把枪给你，你放她走。走，快走！当时是你先到达现场，你明知道那里有人彩排万圣节晚会，为什么不先疏散人群？我没想着疏散人群，因为我怀疑里面有他们的人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你到底有没有顾及群众的安全？我是当时现场的指挥官，我有权做出任何决定。当然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。阿 Sir， 你这个决定就是错误的。还有啊，你竟然在那里开枪！我没有选择。那个绑匪很紧张，人的颈椎承受力是有限的。如果我不开枪，那个女孩就死了。你根本就是忽视人质的安全。你知不知道我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呢？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选择啊！你给我出去！麻烦你好好写一个报告给我。还有，监控已经录下所有的情况，你让我怎么跟上头交差啊？Get out！怎么了？让王三骂了一顿。这还用问？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敢开枪，也只有我们的枪王才敢这么做了。林瑟在这个距离从来没有失手过。没失手，当面开枪，这个女孩受到这样的惊吓，肯定要去看心理医生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每次都玩针对好吗？林瑟有没有做错？如果他当时不开枪的话，那个女人质很有可能就会被绑匪勒死的。他当时又没有其他的选择。那个绑匪收不到钱，他的兄弟又受了伤，我觉得那个绑匪会撕票。行了，林瑟现在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，你就别多嘴了。绑匪一天没收到钱，人质就还是安全的。啊，各位大哥，你们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好啊，那全靠华帝。行啊，华帝啊，全靠你了。听说阿进失踪好几天了，我呼他好几次了都没有回我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他出什么事？他怎么回你？你算老几？不会吧？真出事了？你们看。不是吧？是上水上场有个枪战，不知道会不会跟靖哥有关系啊？听说有人爆料，看到有个女的提着1000万去交赎金，好像是菲菲啊。那些钱从楼上掉下来，满地都是啊！1000万，早知道我去拿了。难道这次靖哥是真的出事了？他出事了，杰少最开心。说什么呀你？我像这样的人吗？我跟你说，靖哥毕竟现在出来选举话事人，说白了要公平竞争。他是我大哥，他再出来选，我开心都来不及了。你不要乱说话。他现在跟你争啊，你巴不得他死。我跟你说啊，他是我大哥，我的票足够了，他抢不了我的票。做人不忠不义的事，我是不会做的。而且这件事大家都在猜，有没有被绑架了都不知道。你不要到处乱说话。
总之，这次靖阁出来都是个麻烦事儿，不要紧，我买了你赢。我们两个争，结果就便宜了白头佬。我都不想跟他争，他是我大哥，一天是大哥，一辈子是大哥。我都很难做，做什么呀？起来呀！起来！打死我！报警！给你看看他的样子，你是不是想他死啊？我让你报警啊！老婆，救我！老婆，我受伤不要紧啊，我想我老公没事。你们有说能帮到我，现在呢？大嫂，我都说不要报警，但是没人听。你看，现在这些警察也没办法救大哥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们说跟着我就能抓到绑匪，现在呢？都说我自己能解决了，这些警察有个屁用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跟我说话放尊重一点啊！干嘛？不要吵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件事情呢，根本就不是我报的警的，是他被人绑的时候别人报的。李太太，绑匪一天收不到钱，李先生都不会有事。对呀，所以现在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没有好好部署过吗？我叫你们不要那么冲动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做那么多事情。你们能不能先等我老公毫发无伤、安全的回来呀？你们不听，我只有一个老公。我们不知道当天有万圣节的活动，那是个意外。对不起。你们根本有人想他死。李太太，我们怎么会想他死呢？本来那天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，但是因为绑匪先开了枪，所以才引起了混乱。李太太，你说你先生一向做生意都很严谨，人又很好，应该不会跟别人结怨的，但他会不会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绑了他。那现在只能等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了。切，靠你们就没希望了，我们自己搞定。阿欣啊，你记不记得洪乐丁王？洪乐丁王，上一届的话事人，前几年因为贩毒进了赤柱，不过出来已经2年多了。我今天在李静的家里看到一张相片，是他跟丁王拍的，他们应该很熟悉。我怀疑他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人，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好好查过他。今天我们在他家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大厅里有个关帝像，中间还有一本无言4个字。这么说，你推断的应该没有错。还有啊，他的手下说了2次，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一个普通市民怎么能自己解决？他会想什么办法？阿祥，你说是不是？应该是有点背景的。今天你去查一下他。阿祥、阿欣，你们去医院查一下，这2天有没有因为肩膀受伤而去看急诊的人？收到。大哥，我最近听小弟说，这阵子有警察在李静家出入。警察？不会吧？那些警察在干什么？知不知道？喂，难道像那些老鬼说的，他让人绑架了？不是吧？如果是真的，谁能捞到好处？大哥，肯定是你啊！当年李静说走正道，他的人脉、他的小弟全都跟了你啊。现在他说再出来选，很多人会给他面子的。说真的，他已经落后了，他出来干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他为了什么。不过有些事，他出不出来，我们都得做。话不能这样说，
他出山，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喂，我们的票里面还有很多票在他兄弟手里。到时候他出来了，我们没有了这些票，逼着去白头佬那边抢票，我们得花很多钱。总之，这件事是真的就太好了，那就没什么事儿了。确实，这样我们就省了很多钱。这件事确实很难办，事情搞这么大，你说是谁干的呢？谁知道呢？他的仇家一直那么多。不管了，我们不能那么被动。你跟他老婆不是打过麻将吗？你去打探一下，摸一下底，看看是真是假。其实你应该跟李靖的老婆早就认识了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那天在商场里，李太太被劫持的时候，我仔细观察过你的反应。你那天表现很反常，从你的眼神里很明显的看出来，你们应该早就认识。不愧是我们警队里的读心专家。我没看错吧？怎么，大头这么有空请我喝酒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昨天在会所里看到那个女孩，华帝带走了。那么多女孩，你说的哪个啊？你喜欢的那个。在楼上。这里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什么事啊，大头？你在搞什么？不关大头的事，我来带那女孩走。这不合规矩吧？她是我朋友，你不要想碰她。自己人啊，不要打了。都是自己人啊！什么自己人啊？行了。她是你女朋友吗？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不是你女朋友，我玩她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啊？是谁啊？靖哥喜欢的。我今晚不是来救她，是来救你呀！你想死我不会拦着。不好意思，吵醒你了。为
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我记得是波波送我走的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怎么了？你不记得也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说来给我听听啊。你刚才差点让人那什么了，幸好我在场啊！不，我的意思是我在场阻止了那个人那什么你。啊，好吧。真的是你救了我。算是喽。那我是不是要说一声谢谢啊？哦，可以啊。谢谢。你这样做多久了？也不是很久。当时在红乐做卧底，有职责在身，很多事情都干不了。之后，他就跟了红乐另外一个大哥。所以，这个人就是李靖，今天被绑架的那个人质。我想王四儿会知道这件事的，迟早都会知道。哈，你猜得真准啊！希望这次是个意外。今天这么冷还游泳，怪不得你身材保持得那么好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？没事，过几天就选画室人了。我们这些小弟也不知道选谁好，想找靖哥聊一聊。我这几天打电话他也不回我，我就上来看看他在不在了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一直跟着杰少的嘛，投他很正常的，靖哥不会生你气的。那倒是，但我还是想跟靖哥说一下。说到底，他以前是我老大。你记得？我以为你不记得了呢。他出门了，去了日本。去日本那么开心吗？嫂子，你不用跟着去。他去谈生意嘛，我去也没用的。唉，再过几天就要选画室人了，靖哥选这个时候出门，外面的人会怎么想他？选什么画室人？其实呢，他出去只是玩一下而已。我不喜欢他干这个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你喜欢呢，选谁就选谁。靖哥这么久没干这个了，现在又出来，应该拼尽全力选举。但他现在这个时候偏偏不在香港，外面的人都在讲，靖哥出事了。哼，你第一天出来混呢，这些事你也信吗？事情传着传着就变真的了。不如这样，你让靖哥打电话回来，定一定军心。其实，选老大这件事，就是白头哥和杰哥这边。靖哥现在出来，很多票都去他那儿了。华弟，其实你今天晚上来想说什么？我呢，很不喜欢别人听不懂你说话。我说了，他去了日本。别对的，靖哥在大战之前应该好好休息。不过我们想不通，为什么不带上嫂子你一起去？啊，我刚刚在报纸上看到，说那个和靖哥非常熟的猫兜莉莉啊，都在日本。那嫂子你这人还真是挺大方的。华弟啊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做大嫂呢，就是要睁只眼闭只眼，懂不懂啊？嫂子你真是美貌与智慧的结合呀。嫂子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啊，不送了。喂，喂，李太太吗？是哪位？你
李先生暂时还很安全，还有几句话想让我告诉你。杰少，不要练这么猛，再这样练下去，我怕你会出事。出事？也不会是这个时候。要打完这一场仗，这一仗是硬仗，我喜欢。对了，之前让你探探他老婆的口风，有什么结果吗？如果让我猜，靖哥这一次真的是出事了。嫂子好像若无其事，但我知道她是在装。那天我故意找人打了个电话试探她，她以为我看不见，但是我都录下来了。看她的样子是一直都在等这个电话。李靖14岁出来行走江湖，曾经因为一件贩运毒品案上了法庭，但是没有获罪。之后一直活跃在佐敦和油麻地一带，一直是红乐的核心成员。不过这几年低调了很多，也差不多有10年没有再出现。在这10年里，他已经转做正行了，而且做得非常的出色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10年前，你先出去。嗯。阿翔，你来一下。进来。我昨天跟阿星去了几家医院，但是没有收获。商场里的监控器拍到他已经走了出去。他出了商场后，有些地方是没有监控的，所以现在只有等他再打来了。阿翔，你坐下。李靖这个案子，你不用再跟了，我给你别的事做。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，但你从来没跟我讲过。我应该知道什么？10年前，李靖是黑帮社团红乐的核心成员，他以前的名字叫鬼王。不过他已经不干了。但10年前你做卧底的时候，正好是红乐3年他最活跃的时候。你没有可能不认识他。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告诉我？我做卧底的时候，老大叫丁王。10年，很多事情我都忘了。那段时间的东西我更不想记得，所有的事情都很模糊。如果你这样就怀疑我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而且他出事以后，我都没有见过他，我看相片也未必能认识。总之，这个 case 你不需要做了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This is order。其实那天王 Sir 问起红乐丁王的事情，我就知道他要查什么了。不过他不会让你插手的。他说我认识李靖会有隐瞒。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如果我一早说了，他就不会让我跟下去。他认为我有利益冲突。其实我只想救李靖。江湖人情债，一辈子都还不完。什么人情债啊？你这样想就是有问题。你当时是卧底对吧？他无论对你有多好，都是不法分子。你不是古惑仔，你从来都不是，你是一个警察，比你捉贼天经地义的。对，但是我欠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给我打死他！狠狠打！靖哥，这什么人？我收到消息，有警察混进来了，是时候清一清。
有证据吗？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证据，直觉告诉我一定是他。罗大哥不是这样的，不能是也打，不是也打。你这样，他们以后怎么跟你混？阿祥，喂，你这么做，我怎么跟我的手下交代呀？你是不是要帮的呀？不能这样讲。如果你有真凭实据，你就可以动手。不就是输场球，能找人出口气，这你都要管啊？所以我就说你一直很失败。你看你的小弟，有谁跟得起我？一个球队要相互配合，才有默契，这叫团队精神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以为我虐待他？他自己摔倒的，没什么事儿，看几天医生就好了。你这我很没面子，打他！你疯了没有？我跟你讲，看事情得看全局，不是看你个人。公司能帮上忙的人不多，这次端给我个面子。给你面子？你是想挖他过去啊？这不合规矩的嘛。上回你说我的钱我不要了。不是吧？那可是上百万，求财不用这样吧？现在不单是我，全世界都这样了。你说哪一行不需要人才？阿祥能帮上很多忙。人才，废物一个，拿去用吧。傻子，有钱都这么脑子坏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不肯。不过我收到线报，他会再出来选话事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普通的绑架案。还有，5天之后，洪乐会选新的话事人。时间这么巧，他们到底在玩什么呢？你是怀疑选话事人和绑架案有关？这个我不确定，不过他再出来就会牵涉到江湖老大的利益，有人想绑架他或想杀他都不奇怪。唉，他怎么说也曾经是我老大。你又在考虑这些问题啊？你是个警察，无论当初有没有感情，你是做卧底，又不是去抓人啊。有时候我也分不清。王四呼我了，让我去李静家。我陪你一起去，走。不用不用，你回警局等我消息吧。好吧。李太太，你想省钱不想给啊？我现在
不要你的钱，我要弄死你老公啊！我现在给你90分钟解开这个谜题，如果你能解开，你的老公就不用死。你给我仔细听清楚。有个人坐火车去隔壁看病了，很多年的病，他已经没有人生乐趣了。他很幸运遇到一位医生帮他治好了病，然后他坐火车回家，经过一条隧道，好长的隧道。之后有人发现，他竟然跳火车自杀了。我的问题就是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讲错了，我就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哪儿。电话来源无法追踪。喂，李太太，不可以打这个电话。是啊，李太太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一定要想清楚再打过去。他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而且现在我们只有90分钟的时间。会是什么呢？你听着，现在绑匪出了谜题，如果我们答对的话，他就把人质藏着的位置告诉我们。90分钟。你打来干什么？你还想再害我一次吗？你把那个电话给我，我知道谜题怎么解。你知道怎么解？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那你说给我听。你相信我，你把电话给我吧。这次真的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你信我一次，我是不会害靖哥的。你信我？1年之后，我会。你会什么？我们出来混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总之1年之后，我会不一样的。你已经对我很好了，真的很好。但是呢，你对我的好满足不了我。你懂不懂啊？我。好啊，你听着。一个失明的人，他治好了自己的双眼之后，很开心再看到这个世界。但这个火车经过了一条很长很黑的隧道，他很怕。他以为自己再一次失明，然后跳车自杀了。青龙头对面山包废屋，自己找。
走开都走开啊！这不是我大哥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都说不要报警了，警察根本救不了他。住嘴呀！对不起，我到了现场已经……住手啊！再打我就告你袭警！你害死我老公啊！我都告诉你不要理，你为什么那么多事啊？老大，刚刚收到消息，不知道真假，李靖死了。啊！老陈竟然这样帮我！是啊，我们跟着他老婆，2个小时前，他老婆从炼尸房出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啊。好，不知这是不是真的？真的是让人绑架了吗？是谁把事情搞这么大？哇，那么多仇家，真的很难说。其实我不懂事情为什么这么巧，再过2天就选举话事人了，是谁帮我搞定了他呀？这特意最大的人是我呀！喂，等，大哥，这件事不是你干的吗？不是。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玩这么大，搞这么多事情？我不想你把阿祥缠着，我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喂，喂。喂，我会安排人接你和我见面，你不要着急，等我消息。你吃点东西啊。看你这样子，又是一整晚没睡吧？还在考虑那件事？很难过，一闭上眼睛就想到爆炸的场面。你看起来比他老婆还难过。是。你的难过是发自内心的。我以前学过戏剧，我看得出来。这么厉害？你看，你是内心都很难过，但是他老婆虽然哭得很厉害，但是不是真的，不是发自内心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有很多原因吧，比如他觉得绑架案有问题，又或者他们夫妻的感情本来就不好，巴不得他早点离开。也有可能，夫妻俩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啊？其实进了炼房，看到尸体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我都认不出来他是不是李靖。李太太那天看看就走了，可能没有认出来。我在爆炸现场找到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是如果我的想法没错的话，为什么他们要做一场戏呢？什么事？你说啊。我想通了再告诉你。
你们去隔壁等。是。辛苦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个人啊？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些警察就会天天跟着你，他们会认为你私自联络绑匪，那你不更烦吗？那个人已经救不了了，他受了重伤，就当他帮我最后一次吧。外面什么情况？没事，就华爹来找过你。他会再来找你的。杰少不会轻易相信我已经死了。你要不要把每件事搞那么大啊？你知不知道交赎金的时候我差点没命了？你一向都知道我做事都会拼尽全力的，逼这一点才能让人相信。我只相信你一个人。总之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没什么事情比你重要。有一件事，我想你帮帮我。你说。哦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还能让我知道，在我身边的人，有谁是真心，谁又是假意。住手啊！住手啊！你听见没有？放手啊！我叫你放手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
你去酒店做什么？在律师没来之前，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。好，等你的律师来，我不介意陪你再坐一会儿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李太太，请你冷静一点，我们这里没有人想害你。酒店房间里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去见谁都不关你的事。你袭警就和我们有关，我们可以随时指控你意图谋杀。你是不是去见绑匪？我老公已经死了，我还见他们干什么？他被人炸得粉碎，我是不是还要给他们钱啊，阿 Sir？ 你敢肯定那天被炸死的就是你先生李靖？会不会另有其人？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说这种风凉话。你继续问，我先出去。他的律师来了，来宝是他的，先放了他吧。他们说天黑了，怀疑有贼在那儿，所以跟贼打了起来。而且要告也不是告这个女孩，她才刚刚死了老公。我怀疑李靖没死，死的另有其人。我在爆炸现场捡到了一块银牌，我记得当时商场劫持人质的绑匪手链上面就带着这块银牌。然后我回去看商场的监控，但可惜什么都没看到。不过，阿星凭着超强的记忆，确认这块银牌是那个绑匪的。阿信，你能不能帮我回想一下，商场劫匪手上戴的银牌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的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到底他们想干什么？再过2天，红楼就要选新的画事人。我问过他们手下的小弟，这次选画事人，李靖会再出来选，会不会有人不想他出来选，所以绑架他？你继续问他吧。阿信，你先出去。你去酒店见的那个人，如果是李靖，那被炸死那个人又是谁呢？你究竟在玩什么？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再问我。我的律师来了，他可以保释我出去。我在酒店走廊差点死了，我可以告你蓄意谋杀，就单单袭警，我就可以拘留你48个小时。你不说是吧？我陪你坐2天，2天之后，红乐已经选完新的画师，那就什么事都清楚了。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可不可以不要逼我啊？我只是想帮你啊，菲菲，我不想你有事。这件事情有幕后策划，你玩不起的。我呢，我只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要我老公没事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逼我？我不是逼你啊，无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还是靖哥身上的事，我都很紧张呢。当年要不是靖哥救了我，我早就死了。你真的以为他无缘无故去救你吗？你醒醒吧！你说什么？啊？
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如果当年不是我去求他呢，你早就被人打死了，林 Sir。庆哥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时间？讲。你能不能帮帮阿翔啊？阿翔怎么了？丁王正在四处找他，怀疑他是警察，但他是冤枉的。他是冤枉的？你怎么知道他让人冤枉？你知道我一向不理别人的事的。那你当做好心帮帮他行不行？你知不知道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没见过你这么低声下气。你可以把原因告诉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帮他？就算他不是警察，丁王要杀他也很正常。我中间插手不合规矩。那你当帮帮我，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但不是我的好朋友。好，如果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的话，我乐意帮忙，你明白吧？我懂。你真的懂？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勉强别人。是你求他救我，他会平白无故用100万救你吗？你们究竟在玩什么？你跟我说清楚可以吗？我不想你有事啊。你帮帮我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我是帮你，其实你有的选，你可以离开他。有件事我想你帮我，这件事情我只相信你一个人。我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。不会晚，只要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们一定会帮你。你可以离开他。我一定会帮你。大哥，还有2天就选举了，你应该很淡定吧？淡定？他现在生死未知，他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到时候他可以重新出来，杀大家个措手不及。哼！不过我们跟踪李靖的手下，发现他在银行拿了很多钱。他拿钱应该是交赎金。他做那么多事，就是想给警察假线索。都有可能。
如果他跟绑匪谈好了条件，我们的选举未必会很顺利。华帝，再帮大哥一次，摸一摸他的底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不想让他出来的。现在是我们的生死存亡。杀了李靖，我们就可以专心对付白头了。如果他当上老大，你我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都说了，他没事的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嫂子，但是外面的消息不是这样说的。有人说，靖哥让人绑架了，赎金要3000万才能放人呢。外面的话你也信？还有人说他死了，你信不信？有没有死我不知道，但是那天你在殓房外面哭得伤心欲绝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关心一下嫂子吗？你哭成这样，看到的人都相信你老公死了。我老公没死，是我跟绑匪说，警察一直跟着我，所以做场戏给他们看。那就是说靖哥让人绑架了？我们自己可以处理，他的手下已经有计划了。嫂子，如果你们能解决，就不会现在还没处理好。我们跟靖哥都是一个社团的，我们不想他有事。你让那个小弟去交这么多赎金，他会吓死的。还有，你不要相信那群绑匪，如果他真的将钱给了他们，靖哥随时会没命的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帮你啊。你们有那么好心？我们跟靖哥都是同一社团的，我们也想他平安无事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告诉我靖哥是被谁绑架的？你告诉了我们才能帮你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绑匪在逼我，你们又逼我。嫂子，相信我，没什么事我们解决不了。没什么解决不了，信你。阿静出了事，获利最大的就是你们大哥杰少，我怎么信你啊？话不能这么说。杰少已经说过了，靖哥这次再出来选举的话，我们全部人都站他这边。至于老大这个位置，大不了就轮着坐。究竟是谁绑架了靖哥？如果你不跟我们说，靖哥只有死路一条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他们也只是给我发信息而已。那你能猜到是谁？我有怀疑过，是东升宝平做的。是宝平？对呀，因为之前宝平和阿静合作过，将钱都亏了，然后他说阿静私吞了钱，所以他们有过节。宝平说：“你不在香港吗？”我在加拿大，有事吗？杰少让我问你，李靖在你那儿吗？李靖在不在，就看你会不会做啊。杰少和你说，李太太出多少钱，我们就多出1倍，6000万够不够啊？我们先给你600万做定金，如果你们2天后交人的话，剩下的钱都会给你。如果交不了，你别想拿1分钱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你找我出来干什么？华帝是不是来找过你？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肯定跟你说他有办法救出李靖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
你知道什么人抓了李靖吗？正因为你们警察破不了案，所以我们自己解决了。你自己解决怎么解决？你找华帝跟绑匪联系，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老公了。你不用担心他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太低估他了。我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其实呢，我知道，我在这个计划里只是一颗棋子，我也知道我会变成一颗弃子。李靖下一步会做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浩哥，你看清楚，如假包换。拍的不错啊，真的是李靖。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，我就发个定位给你。哦，保平师说过，他那边不收支票。好，我们见到人之后，将剩下的钱给你。你是知道的，杰少最重承诺，整个江湖都清楚。好。不过，杰少让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家兄弟一场，嫂子他会好好照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选举新的话事人，候选人有白头片片叔、苏锦龙，还有杰少、韦杰夫，还有一个我们长时间没有联系到，所以今天只有这2个人在这里竞选。现在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投票。想选谁就写在纸上，然后放到投票箱里去。这次话事人选举，我再出来选，本来是想着凑凑热闹，希望跟大家一起公平竞争。但我出来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人让我失踪，更加有人想让我死。在候选人当中，还有人利用自己的兄弟去杀自己人，这件事天理不容。金哥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自己心知肚明。金哥，这话还是说清楚的好。因为我死了，就能得到我所有的票。走，金哥，带来了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是杰少让我这么干的。我还准备了一段影片给大家看。金哥，我来救你了。
过，爹想让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家兄弟一场，嫂子，他会好好照顾的。对不起了，爹少不想再见。真是没想到啊！大家公平竞争，有必要搞出人命吗？我也不想了，大哥。去你的！你自己安排的这一场戏，关我什么事？听说，你想杀大哥，不一定杀靖哥。如果你杀不了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要考虑清楚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我离开10年，我以为社团已经走上了轨道，大家都改了正行，一起挣钱也是件好事。但竟然有人为了老大这一位置而不择手段。如果给你当上了老大，老天下来！我想你猜不到，我出来之后做了这么多事，就是为了让你帮我做一场戏。我以前不是和你说过，我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。各位，如果今天我在这里清理门户的话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。去死吧！放下你的武器，警察！警察不，警察，放下武器！不许动！现在你们涉嫌组织3分会活动，香港警察正式拘捕你们。阿香，是时候要还了，你没忘了吧？我没有办失忆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是你不记得了。我已经还了，你不知道而已。你退出江湖不久，有一天你去元朗见各位叔父，你中了埋伏，你在医院里睡了1个月，醒来之后你忘了是谁救了你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救你的人是我，我帮你挡了6刀。站住！追！再等等！砍死他！如果不是我当时你已经死了，如果不是有菲菲求你，你根本不会救我。李靖，我已经还清了。我是一个警察，由始至终，你都是我的目标。我是一个执法者，当初加入红乐，头号打击目标就是你。我等了10年，我要挑战我，我会开枪的。老婆，
喂，怎么样？月姐，一切都如你所料，他终于帮你重获自由。太香了！梦寻着流浪的脚步，遇到山的人不问，好了，准备了，是最痛心的拷问。好。你好了。